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们最新改装的一辆房车已经完工，这次客户改装的是一辆老版的奔驰斯宾特加长款，驾驶室座椅后侧到车尾长15 feet 3 inch， 内部车宽5 feet 10 inch。改装完成之后，车内高度6 feet 3 inch。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们改装完成的最长的 B 型房车。这次客户改装的需求呢，与以往我们改装的房车有很大的区别。客户希望改装完成之后呢，可以满足一个人长期居住生活在这辆房车上。首先要有独立的宽敞的浴室和卫生间，单人床即可。台面空间要充足，既要满足厨房台面的使用，也要满足工作和生活台面的使用。第四，厨房空间要宽敞，要方便做饭。第五，最重要的还需要有充足的储物空间。第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生活区域要和前面的驾驶室分开。基于以上6点的需求，最终我们为客户设计实现了一个轮胎上的单人的温馨小公寓。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设计思路吧。因为需要满足长期生活在房车上的需求，所以每个功能区域的划分既要清晰，也需要满足空间的最大化。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B 型房车的车内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在房车上生活，如果空间的设计不够通透和宽敞，长期在车内居住下来会感觉非常压抑，行为动线也会受限。所以这次的设计在功能区域的划分上，我们清晰的划分为3个部分：驾驶室后面的厨房区域，车中间部分的居住区域，以及车尾的浴室和厕所区域。整个车内的生活空间是通过厨房的台面和驾驶室区域隔断开来。L 型的厨房台面和工作台面拉通布置，最大程度地安排了台面的空间。另一侧布置的是单人床，车尾是把浴室和马桶分开布置了，这样既减少了每次洗澡时马桶搬进搬出的麻烦，也让上厕所时周围的空间能够更宽敞。为了最大程度地增加储物空间，我们用了拉通的衣帽柜作为隔断，分隔浴室和前面的生活空间。车内的动线保证了连贯性，也最大程度地增加了空间的通透性。最后就是在没有干扰的顶部空间全部安装上了顶柜，满足客户想要的充足的储物空间。接下来就跟着我来具体的看看改装完成之后的车内部空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吧。厨房呢是布置在了驾驶室后方的位置，从使用动线上来看呢也是非常流畅。在水池洗菜洗碗，然后转身在中间的台面备菜，最后操作呢是在旁边的灶台区域完成。只要打开门，油烟也能很顺畅地排出到车外。驾驶室后方的位置呢，客户也可以根据之后使用的需要加装保护隐私的窗帘。为了布置下更多的台面空间，我们是把厨房台面和工作台面连在了一起，做了一个 L 型的台面，一直延伸到浴室。为了让出过道，但同时不减小厨房操作台面的宽度，我们在一端做了倒角，缩短了工作台面的宽度，让出过的同时也保证了单人床的宽度。因为是长期居住在房车上，客户也选择了有更大冷藏的95升的冰箱，以及包含空气炸锅为一体的多功能烤箱和双头的电磁炉。这里有一个设计上的巧思，我们采用了原木木条来做外包裹，和其他的纯白色柜体呢做了区分。运用不同的材料，既增加了空间的趣味性，和地板一致的原木色也保证了设计上的统一性。因为客户是长期居住在北方，考虑到会有很长的时间车外的温度会在0度以下，车底的灰水箱将无法使用，我们给客户设计了2套排水系统，一套呢是安装在车底的22加仑的灰水箱，一套是安装在车内水池下面的7加仑的小灰水箱。通过一个3项阀可以控制水池的灰水是流入车内的小灰水箱，还是车底的大灰水箱。可以看到工作台面的下方呢是安排了一组抽屉和2个双开门的柜子。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平常吃饭的桌子在哪儿呢？从这里拉开我们的桌板，就可以坐在这里吃饭啦。考虑到座位需要的腿部空间，这里的柜子是直接往里退到了轮胎的位置，让出了舒适的腿部空间，同时也本着不浪费一点空间的原则，在轮胎的上面做了一个双开门的窄柜子。这里想要特别提出的一点， B 型房车虽然空间小，但每个功能区域的位置、台面、桌子、柜子的大小和高度，以及开关插座的位置，每个东西的尺寸位置都是需要经过仔细的思考和推敲的，是需要符合使用习惯以及操作的动线。通常开关我们都会安排在一上车就能立马操作到的地方，不会安排在和其他操作板面有干涉的位置。为了让车内光线充足，客户是要求安装了2面侧窗，所以在驾驶室后面的侧墙上
没有留给插座的空间。我们就选择把插座安排在了台面上，既不占用墙面的空间，也更加美观。工作台面的一侧安排了一组插座，在厨房台面安排了另外一组。厨房台面的这组插座选择的是可以关上隐藏起来的开关，可以防止厨房用水时的喷溅，还有厨余垃圾不小心掉落在里面。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厨房部分选择的开关，无论是安装在台面上还是墙上，都需要选择有保护装置的 GFCI 插座。第3个插座是安排在了上车车尾的地方，以防需要接到车外用电，以及在床上需要使用插座的时候也能满足。床头、床尾各安排了一个带有 USB 充电的阅读灯。让我们来看看单人床这一侧的设计。床整体尺寸是36 inch 乘70 inch。清水箱和电箱都安排在了床下，这里选用的是38加仑的清水箱和 Victron 的电力系统。这里呢，我们还给客户预留了之后需要加装电池的空间。大家可能会关心，把水箱和电箱安排在一起，配重上会不会可能有不平衡？首先呢，我们是把电力系统和水力系统重量比较大的部分安排在了车的中心线位置，并且我们是设计把大部分的储物柜都安排在了车的另外一侧，来做一个重量的平衡。床头呢，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小小的床头柜，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放一下手机或者放一杯水。而这个柜子呢，不单是一个床头柜，还是一个预留的水管维修口。打开这个床头柜，这里既可以挂衣服，也可以根据客户的使用需求加装可拆卸的隔板存放衣物。立柜下面的隔板我们用的是魔术贴固定，这里是给浴室龙头预留的维修口。拉通的衣帽柜隔断了厕所、浴室和前面的生活空间，中间用窗帘做了软隔断，最大程度的增加了前后空间的通透性。浴室尺寸是32乘24 inch， 在 B 型房车上是一个相当宽敞的浴室尺寸了。马桶安排在了浴室外面，对于需要长期住在房车上使用厕所就会更方便，空间也会更宽敞舒适。车的后门呢，我们这次没有选择安装窗户，而是使用了木板整体包裹，和其他墙面进行了统一的处理。这样做可以增加浴室的安全私密性和隔温效果。墙面上呢，还安装了挂衣服和浴巾的挂钩，排风扇直接安装在了浴室区域，有效排风排湿。这一次墙面的处理，我们采用的是一种叫石灰洗的涂刷方式，也就是通常说的 lime paint， 或者叫 lime wash。这是将石灰涂料涂抹在墙面上，如同洗墙面一样。通过重复的刷洗步骤，就能拥有自然并且带有纹理的特殊质感和泥土色调的墙面。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室内的氛围更接近家里柔和雾面的室内氛围。这种材料呢，主要是以天然元素制成，更加环保，没有污染。因为这种涂料主要是用莱姆石以1000度的高温烧炼出来的碱性矿物质，因此具有防霉和抗菌的效果。这里有一个小知识点，直到19世纪，欧洲的农夫们仍然会定期在墙上涂刷用 lime paint 同样成分稀释过的灰泥水，以防止牲口的排泄物滋生细菌。而石灰洗墙面常常带有一种不完美、手工感强烈的风格，这也跟我们选择的白色柜体的墙面形成差异化的对比，让整个空间更有层次和质感。车内部的空间展示和功能布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来看看这辆车的其他基础配置。这辆车车底配备了400瓦的太阳能板，车内装载的是3.6度电力系统，4加仑的博士热水器 Max Air 排风扇，Dometic RTX 2000的空调，以及 Aspar 的柴油暖气。车身外加装了暗电和城市水接口。我们改装的这辆房车的空间设计其实不算是比较常见的房车平面的布置，但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B 型房车的空间设计。通透敞亮的空间，清晰的功能分区，以及流畅合理的动线设计，每一个功能区域都是有非常足够的活动空间，没有哪一个空间是为了其他空间做出了牺牲。它就像是一个移动的小公寓，我已经可以开始畅想它可以带着我去到喜欢的城市或者宽广的户外生活下来。这不仅仅是我的一张床，更像是我的一个小家。我甚至开始想象，随着生活在这里展开，还可以怎样动手改造起来。可以在前面加一个帘子，隔断驾驶室和厨房；可以在窗户这儿改造一个投影幕布，这样就可以窝在床上看电影了。这里放上电脑屏幕，还可以在车上工作。可以在墙上挂上喜欢的画儿，厕所的墙上还可以挂上一些储物袋。这个角落可以养一些绿植，可以根据心情和四季换上喜欢的窗帘和浴帘。一人也许是2人，但是有3餐，有4季，生活在这里徐徐展开。作为一名设计者，
一名房车改装从业人员。当每一次把我们用心设计的房车交还给客户，看着他们眼中的兴奋、激动、真诚感谢，也是我们最欣慰和满足的时刻。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同客户传达的：你把你的家交给我们，我们不着急，慢慢来，一定交还给你最符合你心目中对于家的定义。